这里讲一下 EZAR 4.0 平面图像跟踪的内容，或者说是平面图像跟踪怎么弄、怎么制作。首先呢，是平面图像跟踪上以前是叫平面图像识别，它对图像是有要求的官方这里有说明。平面图像跟踪它对官方这里有个说明，关于图像的对这些图像的要求，那么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主要是要有足够的细节，不能单调重复，然后尽可能占满画面，然后不能长宽比不能差的太多。那么官方还提供了一个上传图片可以检测识别度的网址，那么点击后随便找一幅三星，那么这里官方有说明。那么不知道就拿到一个图片不知道识别度情况怎么样的时候，可以在这里试一下然后来继续这个平面图像识别，它主要的是有两个游戏对象，就是在原来在基础之上，就是之前的 EZR 那些都有的情况下，有一个叫 Imaging Tracker， 一个叫 Imaging Target。 那么 Imaging Tracker 就是这个 Imaging Tracker 就是这个。那么 Imaging Tracker 呢，首先要说它的一个 Enable 属性，这个属性是可以用来启用经应用当前的跟踪器，然后实现启用经应用图片跟踪的功能。就如果要经用图片跟踪功能，就把这个 Enable 设成 False 就可以了。那么 Tracker Model 的话是质量优先、性能优先，就默认是质量优先。这里的这个数字是它能同时追踪的图片的数量。那么如果只有一个 tracker， 那么比方说这里是1就是1，那么是5就是5，就是同时能追踪5个图像。那么如果是有多个 tracker 在的情况下，那么就是2个的和，就是5加1等于6，总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这个 Imaging Target。Imaging Target 这个 Active Controller 是它的追踪模型的显示方式，默认是只有被追踪的时候才显示，没被追踪的时候隐藏。第二个是被追踪到一次以后，这个模型就一直会在那儿了。第三个是永远在那儿。然后这个是屏幕翻转。然后它追踪的方式有3种，一个是 Imaging Files， 就是图片文件，根据图片文件追踪，还有根据这个数据文件追踪，还有根据 Target 通常是用在云识别。那么下面这个配置就是具体的它的参数，就是路径有默认是在 Stream Assets 这个目录下，那么还可以是绝对目录，但是一般都是选用这个就行了。然后具体的文件名路径，文件名称不是文件名称，然后这个 scale 这里要说明一点，这里的是不是在 Unity 这个虚拟空间中的大小，这里的这个是指这个被追踪图片在现实空间中的宽度，在现实中空间的宽度。那么 0.1 就相当于是在现实空间中有这个图片有10公分宽，这个图片的宽是10公分，这个单位是米， Unity 里面不说都是米。然后还有就是事件，追踪事件。那么在这个 Imaging Target 上面有4个事件， Target Found、Target Lost、Load 还有 Unload。 那么就是图片加载、卸载，图片被追踪到就是 Found， 然后
追踪以后失去目标 lost。那么常用的就是这4个事件，实际上最常用的就是前面这2个，就是当图片被跟踪到以后，引发的这2个事件。接下来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首先我们说单个图片追踪、单个平面图像跟踪的情况。那么首先呢，需要导入 EasyAR SDK， 导入了，然后设置 key 这里是设置好的 key， 然后设置好以后 key 呢，然后要新建这个目录，这个目录是新建出来的，默认没有，然后还建了一个项目目录，项目目录只是现在都是空的，这里面只是一些颜色图片，为了显示模型方便。那么现在从头开始新建一个，还是把它放着。新建一个场景，我给它取个名字，把它放到 Sense 目录下 Imagine Target Single。那么同样的，把这个要设置成单色，否则不会追踪。然后呢，把这个目录下的 Imagine Track 1拖进来，就如果只是跟踪单个的时候拖进来就行了。然后实际上不用设置了，Imagine Target 拖过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做，它有2种追踪方式，图像跟踪和数据文件。那么我们先来做最简单的，把要跟踪的图像放到这个 Stream Assets 目录下，然后我们这个可以不用，这个先删掉。那么这里是 Imagine File Stream Assets， 然后 Pass。如果直接在路径下的话，就 bus.jpg， 名称就叫 bus。然后这个宽度最后显示的宽度大概在 0.2 公分。什么 0.2 公分 ?0.2 米，20公分。那么这个时候在它下面添加一个 3D 物体，给它来个颜色这个是给它来个颜色。好，如果追踪跟踪一个平面图像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么这里把它拖下来，拖到我的另一个屏幕上。然后点击看一下效果，把这个拉大点。怎么对焦没对齐，那么花？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怎么对焦对的那么花？好，不管它了，总而言之追踪出来了。那么可以，如果需要调的话，可以来这调一下，点5.5，把这个方块不用挪了，就这样了，挪上来会。OK， 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方块了。那么这就是单个图像的平面跟踪。OK， 好，把这个再改小一点，看着太大了。然后下面来做，它不是有2种方式吗？一种是根据图像进行跟踪，一种是根据那个文件data 文件来跟踪。那么现在来做通过 data 文件跟踪的。那么点击菜单，这里有个 EasyAR Imagine Target Data， 会弹出一个窗口。
把要识别的图像拖到这儿，然后这里也是要设一下它的宽度。后面没有啊，不怕，宽度大小无所谓，它默认是会把它放到 Stream Access 这个目录下，只是反应会有点慢。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进来了，已经有这个文件了，只是 Unity 还没认。OK 认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一样再拖一个 Imagine Target 进来，然后呢，同样的方式来设置，就这里就改成 Target Data File。后面的设置是，这里就只用设置一个路径，就是这个 etd 文件的路径，就 birds.etd。OK，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显示的物体，小点，3.3.3.3，把这个隐藏一下，然后给它一个颜色，看起来比较鲜艳一点。好，然后现在可以运行一下，一样的把这个放进去，拖一下，把窗口放大点。好，现在就出来了。那么这个单个头像识别的情况就出来了。好，现在看一下，如果两个图像都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就现在是这么一幅图。OK， 看到没有？它同时只能显示其中的一个。这次显示的是方块。再来，显示的还是方块，把方块遮掉。这次显示的就是红色小球了。好，接下来说怎么同时识别多个图像，实际上很简单，我们把这个场景另存一下。Imagine Target， 实际上只需要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就是把这里的数字改大，改成2，改成3，改成4都可以，无所谓，只要改的超过2。那么再来看一下，好，现在就2个都同时显示出来了，这就是同时跟踪多个平面图像。那么 EasyAR 还可以用多个 track 来跟踪。EasyAR 还可以用多个 track 来跟踪。那么现在来，再另存一个，把场景再另存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再添加一个 tracker 到这个游戏对象下面 ，open， 不，点错了。好，这是新添加的游戏对象，也是给它多个，2个，不要给太多。那么同时 Imagine Target 也要增加。那么为了看得清楚，给它来个标识，这个是
那么原来这个是叫 trunk A， 用颜色来标识一下，把这个改成蓝颜色。然后后面这个叫 B trunk， 在这些图像在 Unity 里面的位置并不重要，可以直接把它分开，这样看起来会方便一点。那么再拖几个其他的图像进来，我看1个、2个、3个、4个，这4个，然后同样的添加 Imagine Target， Imagine Target 杠 B 杠0，然后是第一个是这个AR Game 00点 JPG Game 00，宽度就不改了，这个影响不大。然后第一次是问号，没关系，也是来一个方块3.3.3，然后给方块一个红颜色，红颜色在哪？好，然后复制粘贴然后这个是01是个 PNG 图片，不要弄错了 ，PNG 0，哎呀，01，然后也是，它默认的也是一个方块，红色方块。然后03是，03是这个 name card 啊，不是 name card，coloring 3D 这个图乐的这个图片，哎呀，写错了，对，这里不能填错啊，看看直接拖进来不行啊，还是得手工填。这个是 name card JPG name card， 为什么那2个不给面子马上显示呢？我是不是打错名字了？哎，对，打错了 ，AR Game 00点 JPG。好，第2个是 AR Game 01点 PNG。哦，对，好，然后这里他们4个要把它的 trunk 是 trunk 已经设对 trunk 都是 B， 前面的这2个都是 A， 那么用这幅图片。用这幅图片来识别一下所有都在的，这幅图片来识别一下，然后 A 只有2个，但是它最多能显示4个 ，B 只有2个，就是这4个当中只能显示2个。好，现在试一下，运行一下。
稍等片刻。在屏幕上识别有时候是因为有反光什么的，效果并不是太好。OK， 好，那现在就看见了，能识别。哎呀，手有点抖。总共4个，把它遮掉，再来。遮掉，再来。OK， 这就是多个 tracker 的效果，就是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每个 tracker 自己管自己的 tracker A 管这2个，那么因为它同时能显示，设置的是4，所以这2个是永远能显示的。那么另外这4幅图片同时只能显示2个，那么具体显示哪2个呢？就看缘分了。好，这就是 EZR 同时显示多个图像跟踪。EZR 图像跟踪呢，还有一个它可以同时跟踪同一个图片的不同副本，就是一幅图片可以在视野中同时出现多个。这里演示一下，同样再把这个另存一下，另存成 imagine target 3。好，这里演示一下。首先把所有的都用 name card， 因为做的是 name card。name 不重要 ，name 的话都是可以这个不是 name 是都可以改来改去的，没关系。name 主要是用来那个区分的。OK， 然后为了能区分一下红色这里我就用颜色吧，绿色、黄色、黑色。好，然后这个时候用这个图片。有9个，都是 name card， 就9个 name card 在同一个里面。点击运行。哎呀，反光，这个反光效果有点麻烦。OK， 就是这个效果了。只不过就是同时跟踪同一个图像的多个副本，这种情况下会不停的闪来闪去，这样蛮好玩的。还应该再出一个，因为是在屏幕有反光，所以这个效果不是太好。我们会看到有小的抖动，但是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让同一个图像重复的在镜头里出现。接下来呢，说的是，哇，吓到我了！最浪漫的是，哎呀，小爱同学吓到我了。那个，接下来是平面图像跟踪的程序控制。这里的话，用前面这个来做，同样把这个场景另存一下。Imagine target 一个 script
还是拿颜色区分一下好了，拿颜色区分一下，在做视频的时候方便很多。绿色、黑色，好，这里通过脚本，就是一个是显示，在控制台显示这个信息，然后还有一个是实现加载停止跟踪，还有就是对图像进行加载停止。那么这里添加2个开关，先来添加2个开关，为了把这个开关弄得好方便一点，把它弄大一点。我一般喜欢把它弄这么大。这个第一个是拿来控制 tracker 的 ，tracker， 这样，左下角定位，把它设置为左下角定位，150，然后把它弄大一点。tracker 这里是弄大点字体，这里是103，我记得是，它这个右边不管它，然后把这个100。这个也是100，好，然后复制一个出来，是 target， 然后拖过来一点，取一个整数。target 好，那么界面就准备好了，然后添加脚本，叫什么名字呢 ？Imagine target controller， 应该不会和官方的名字冲突吧？好，然后添加一个空的游戏对象，把所有逻辑自己写的逻辑单独放到一个空的游戏对象，这样的话sense master， 这样的话比较清晰。好，开始编辑脚本。首先要引入一下using 呀，还没醒过来 ，OK， 醒过来了。这个好，有提示了。那么先一个是 public imagine tracker frame field tracker， 呀，不打那么长，辛苦。public imagine target， 呀，imagine target 重复了，不能叫这个名字重复了，
不能叫这个名字，官方的也是叫这个名字，会冲突的。里面进 target control 叫这个名字。把原来的删掉。哎呀，怎么？不是，删掉了，只是反应慢，因为正好一直在录像，所以这个反应有点慢。好，从头再来 ，using EasyAR， 然后 public imagine and trunk， 然后 public imagine target target controller target。可以在 Star 里面，但是官方是在Awake 里面，那么就照官方的来。Awake 里面呢，首先定义是，首先这个事件，它 get control 这个是怕万一，它 get control。target， 万一这个 target 忘记赋值，不要出错。target 的target found 加等于箭头函数。这个是当图片被跟踪到，那么直接在 debug log target found 加个名称吧，那名称就是 target 的 target name。这个容易让人晕，还是 control 还是这样，不容易让人晕，不然两个 target 的话容易搞晕。群和方法组方法组。好 ，target name。这个是当找到，然后 target controller 的 target 的，不是 target 的 lost 加等于，这里是当被跟踪的这个图像失去、丢失，就从找不到了 ，lost。还有一个加载和卸载一样的 ，target controller 的 target load 加等于。记得这个好像是要有参数的 ，get 状态。那么这个是图像加载上。就是启动这一块，默认是启动这一块是可以改的。
load target， 然后它的名字我想想啊，这点多了，target 的 name 好像也是一个这个，对，也是一个方法，不是属性一样的。target 的 unload， 那么事件就完了。首先先看一下事件吧。既然把这个拿 trunk 拿 A 这个 trunk， 然后拿这个 target， 这里是刚刚做的这个，对这6幅图片，那么 trunk A 是管这2个图像的 ，target A 是target 是这个方块。OK， 这个提示不用管，官方没，这个只是提示，不是警告，问题不大。好，然后先运行看一下，这个是这个跟这个图跟踪这个，关键不是看跟踪，是要看这个 console。found， 首先是加载了 bus 这张图片，然后 found bus 这个，lost bus， found bus lost bus， 对 ，bus 这个图像的又是消失了。好，拿手来 ，lost found lost found。OK， 那么关闭的时候它会有，关闭的时候没卸载的时候没出现，好，不管它，继续来写脚本，首先来控制 trunk void set trunk。这个上这句可以不写的但是写一下比较好，就知道怎么 trunk 的 enable 的属性就等于传进来的这个值，传进来是 true 就是 true， 传进来是 false 就是 false。那么然后设置 target。如果是 true， 的话，那么就target controller 的 trunk 就等于就是 trunk。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为否的话，target controller 的 trunk 就等于 no， 这相当于是加载图片、卸载图片、启用跟踪、禁用跟踪，就实际效果是这样的：启用跟踪、禁用跟踪、加载图片、卸载图片。然后来这设一下，
Trunk， 哎呀，点错了，添加，把这个拉过来 ，Trunk， 然后这是 Target， 那么就这个游戏对象 Sense Master 游戏对象下的 IT Controller 脚本的 Set Target 方法来响应这个事件。然后这里仍然是需要对着 console 来看。哦，对，好，先把这个清空一下。这个是 target lost bus 卸载掉了，然后再点击 load， 然后 found， 看一下 load bus 这个，然后卸载掉 unload， 然后 found， 好，然后再来看这个 trunk， 它只会影响这两个，因为它就相当于把这个禁用掉了，那么正好在这儿启用禁用，那么实现的是启用禁用跟踪的功能。那么来看这里，启用先得启用起来，卸载成怒，那么这个就没有了。加载、卸载，其实上这个可以不写的，这个写只是为了有些看起来方便。那么举个例子，可以这样，这里直接把来控制这个哈，换一个控制 Trunk B， 把 Trunk B 拖进来，让它本身有个 Enable 属性，选择这个就行了。选择它的控制它的这个属性。对的。好，再来看一下。Trunk B，OK。好，这个就是 EasyAR 程序控制。那么就这里讲，就这一段就是把单个图像跟踪、多个图像跟踪、多个 Trunk 进行跟踪，还有跟踪同一图片的图像的不同副本，包括脚本控制，如何用脚本来控制这个，都放到这了。哦，对，还有我要把这个，就这里面用到的不是用到的对，就是用这里面用到的内容，源码我是放在 GitHub 上了。那么在网盘里面也有一份是个 zip 文件。那么网盘里面还有就是用到的 SDK 包，还有识别图片，以及后面会用到的一些内容。OK， EasyAR 平面图像跟踪就先说到这儿。